装衣帽间上的磁吸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儿，但是如果第一次做的话呢，有可能会有一些疑问，或者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。比如说它磁铁它本来是吸在一起的，如何让它衣帽间那个磁铁能吸在一起呢？就是上面装一块磁铁，下面装一块磁铁。但是我们主要呢，先是在那个一个门关上以后，它双开门的话，就在门关上以后，中间划一个小缝，划一个小铅笔印，好，然后从铅笔印那儿，相当于就是中间嘛，然后往两边各去50毫米，50毫米完以后，再轻轻的划一下，好，然后就大概知道距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你用那个拐角尺，一般的门是34或者38的，也有35、37的，就看不同牌子。好，然后你就选门的中间，门框上面呢，门的中间你选到以后呢，然后再稍微往里面去那么1-2毫米，这样相当于让这个洞稍微靠里面一点。现在转的时候呢，就用这个25毫米的转，因为一般的那些门锁垫，它磁吸的话，它都有一个小帽嘛，因为就是怕你转的太差了，然后盖不住那个洞，因为它磁铁呢只有20多，大概22、23毫米，但是它那个帽子有个25毫米左右。弄完以后呢，但是转的时候戴个眼镜，最好不要直的站在上面，而且要稍微有点距离，不然的话你转的时候会转的满脸都是那个渣子。不戴眼镜的话，很容易在眼睛里去。门框上面你画它的中心线，然后偏里面一点点，就偏里面那一毫米，最多2毫米，因为你不能太偏里面了，不然的话那个帽子装完以后会卡住那种门框。好，然后2个洞转完，然后把那个里面洞抠一抠，灰掏一掏，然后把那个磁吸带那个铁帽子装上。它一般会过来，如果是中国店买的，比如说 Handle Plus 啊那些买的那个锁的磁吸的话，它上面有个小胶皮。当然了，你不一定把那个胶皮装上，因为那个主要是垫一下应该。好，然后你装就正常的给它装进去。按照你刚刚转眼的那个中心点，把那个正常的转进去就行了。当然了，因为它是门框上那个是肉眼能看到的，所以强烈建议不要打滑，因为不锈钢的太软，它容易打滑，容易把那个头给弄花掉，呢就有点不好看。功能是有，就是美观性不够，所以说这个跟装锁一样，装锁你门框上那个锁，还有那个门上面那个锁头旁边2个螺丝，千万也不要打花掉，的话看起来真的是很难看。正常就是你用电钻转，最后拿个手动的那个十字螺丝刀稍微拧一下就行了，因为这样的话又好看又有力度，自己又掌握得到。因为 Impact Drill 它那个啪啪啪打2下，它有时候很紧，有时候因为关键也是要看木头那个地方特别紧的时候，它啪啪啪就打得特别紧，就打得特别凶。如果木头特别松的话，你轻轻的就进去了，因为它旁边那个木啊，它有可能也是那种金手指的接的，像门框那个木，它也是金手指接的，就是每一段木头它材质密度不一定都是一样的。万一正好是个结疤，当然了，这种可能性也不太多。好，门框上面2个装完了，很漂亮啊。看再拧一下，就怕打滑，这个东西吧就怕打滑，所以说一定要认真仔细，手一定要拿稳，千万不要滑。还没有完全进去，可能还要再来2梭，因为刚开始他把那个塑料片也放上去了，所以说打着松掉了，所以说把那个塑料片从上面拿掉以后，就还有一个距离，这样重新给它固定一下，对，固定一下就好了。漂亮。门框上它是在门框进去了1点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门框它中心点呢在门框的正中间进去了一点点，
当然了，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在门上面呢，门上我们也同样从门边往里面画50，然后再在那个门板的中心点，有可能是17中心点，然后你再靠门里靠门外面那个地方出来大概1到2毫米，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错位的中心点是错位的。中心点错位有个好处就是吸铁，它上面那个吸铁能把下面那个吸铁拉住，这样的话它不会出现关门的时候关不上。如果你非要做到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在同一个中心点，那你关完以后它有可能并没有碰到那个你装门框上面那个门挡条上，它有可能正好悬在离那个门挡条有个2毫米的位置，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你自己装那个吸铁的时候装的位置不一样，它就不一样。曾经可能5、6年吧，1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专门装锁的去装了一栋房子，正好我也在那里。然后他说他那个锁门，他那个衣帽间2个门，他调了很久，他调了1个多小时。他说这是他的极限了，他好不容易能让他们正好是关上状态，但是他说很轻轻的关上，他就很容易被弹出来。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装？他说对得很准了已经。我说你不用对准了，我说你上面和下面应该错开它，尤其是上面要靠里，这样的话它就会使劲把那个门往那个门框上拉，就是门框上面 door stop 那个挡条上拉，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拉力。他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。装其他锁倒装得很麻利，就是这个磁铁的难倒了他。其实不说的话也不一定知道，有可能想也要想半天，说一下的话一下就懂了。当然了，最可气的还是有一次，可能10年前吧，一个徒弟他总说，我装了以后第2块磁铁那个门是排斥的，根本就推不过去。我说我当时都快气疯了，我说你不知道把那个磁铁反过来就行了嘛。然后后来他才明白，磁铁反过来南北极就会对调一下，真是气死这个人。因为它装正好是2面同时同一个磁极，所以说它肯定是互相排斥的。只要两面是不一样的磁极，它就会吸引。好，门框上装完了，下面是第2个门。第2个门上面转动的时候呢，稍微用你最好用梯子给它顶住，或者是你站在梯子中间的时候，稍微用腿给它靠住。好，然后你转动的时候不要动得太厉害，因为转这个25毫米的平转，就是转木头眼儿的那个转，它有个特点就是很容易飘，有时候它一飘的话呢，门框上门上面还无所谓，你飘了以后别人也看不到，稍微补一下就行了。但是门框上可千万不要飘，一飘的话它就转个椭圆出来。它有可能转一个圆，但是它外面还套一个小圆边，但是那个圆边又跟你中心又不一样，你知道，就套了半个圆边出来，那不好看。现在装完以后，门上面是朝门外面歪了，中心点歪了大概1毫米到2毫米就行了，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中心点错位。中心点错位的话，它这个门就关得上，你关门的时候它就会梆梆梆梆梆，它就会吸上去。当然了，你听到声音的时候这个没关系，因为咱们还有一个小塑料条、塑料点点，那个点点的话你装上去它就不响了，它就听出来就没有那个梆梆的响声，它就会闷响，就是那个砰砰砰的那个闷响，就撞塑料的响声，就不是撞木条的响声了。好，上面也装完了，你看它就会吸进去，它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就会被磁铁自己吸进去，这样就装的比较好了。因为这个磁铁真的是吸力非常强，非常强。这个磁铁，如果你在工地上想做一个专门吸铁钉的那个东西的话，你可以用一块大铁皮，然后在里面装3个或4个这个磁铁，好，然后给它罩起来，一定要给它罩起来，不然的话吸的全是灰，全是铁渣子，全是铁屑啊那些东西，到时候扒不下来。就是那个盒子里面，那个铁皮盒子里面装几个这个，然后给它包起来，好，然后在地上一滚，它就可以把那些渣铁啊都吸到。你看那个门上面就是朝外的，那个中心点是朝外的，大家看得出来哈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基本上讲到这里了。